在这儿干嘛呀？哎呀，找东西。啊？找什么啊？哎，掉哪儿去了？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药片掉这儿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嗓子有点干。你看，你不是跟我说呀，瞎吃迷药。哎呀，我俩上厕所。哎，撕下来，撕干净了。哎，然后把这张测试考试的红码贴上去。你再做一张周洛被京华降分录取的表彰通告也贴上去。不是校长，这前两天刚贴的白榜，现在表彰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这次领导来视察，突然增加了咱们这一站，说明对咱们的重视。这是个机会，一定要抓住。等领导一走，你就把它给撤下来。学生们未必看得到，明白吗？行，好。苏主任，哎呀，张校长，欢迎，欢迎！请。啊，能把咱们这样的学生送进清华呀，听着都让人振奋。我这次啊，一定要过来看看。哎，张校长，给介绍一下咱们学校吧。我们华山啊，现在有168名学生，2个理科班，1个文科班。哦，这些学生啊，都是咱们镇子上的吗？不瞒您说，华山现在也算是小有名气了，不仅是附近镇子上的孩子，还有别的县的孩子，都跑到我们华山来上课。哦，哎，对，同学们，这位是教育局的苏主任，欢迎苏主任。哎，张校长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今天没课吗？请领导给他们讲话，鼓励鼓励。他们都是复读生，特别的需要鼓励。哦，哎，哪位是周若呀？他今天请假，没有来，哦，他是生病了吗？好像是家里面有点事情。哦，那太可惜了。哎呀，我真想见见这孩子。我知道周若家在哪儿。那你去把他找来吧。我们学校同学的精神面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桂香姐，周若在家吗？什么事啊？县领导来检查了，在华山呢，想要见见他。县领导，张校长怎么说？先别问他，让他跟我走吧。你等着录像啊。好，我希望大家保有乐观的精神，昂扬的斗志。大家以后一定要向周若同学看齐。好。哎，周若，来，快上来，来。快上来！苏主任，这就是周老同学。哎呀，周同学，你可是我们青春镇的榜样。来，张张，咱们一起合个影。好。好，来，大家都往前看啊！哎，看这里，笑一个。哎，露牙齿，第一张，来，再笑一个。看这里，不是不让周若上课吗？耶，再来一张。哎呀，好。两难的选择吧。什么？开不开除周若？
开除他，华山将失去这么多年唯一一个能考上清华的尖子生，领导们都看着呢。不开除他，心里过不去。女儿让人欺负了，也没地方宣泄。你是来看笑话的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来见识一下这个周洛到底有多大的能量和本事。那天晚上，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不会说，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那天说的话。林副队，你能不能帮我跟我爸爸说说？你就说我那天是在跟他置气，其实我们俩根本就没有关系。你不是答应我的吗？你会替我保密的。我可以帮你，但是你必须得跟我说实话。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那天晚上我确实没有跟他在一块。那天晚上你到底在哪儿？我一直在家。你在家，为什么张经理没有看见你？因为我一直在上厕所。你在厕所待了1个半小时吗？我肚子疼，吃药，我躺着睡觉，上厕所，醒过来，去岸边，然后送婉婉回家，这些都没有人作证，所以我说的话就都不作数了吗？你到底是因为什么那么想要定南雅的罪？你是为了升职，到底还是因为私人恩怨？因为我是个警察。不管私底下我有多喜欢你，还是因为南雅是我同学，我的职责就是查清楚案件的真相，让有罪的人伏法。回来呀？快了，还要走程序。我觉得你为这个案子已经牵扯了太多个人情感了。文婷啊，是你想多了。我没有。这个案子在我看来不就是简单的正当防卫吗？而且也都证据确凿，我不知道你在纠结什么呀，方璐。你别忘了你去清水镇是干什么的，现在省里面都在调整，你最好速战速决。我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疑点。你是不是特别想证明你没有包庇罪犯？我不需要证明什么。你越是想撇清关系，就越说明你在乎。是，我就是在乎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我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结案了事，但是我说服不了我自己，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你满意了吧？那你就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还有论文要写光。趋利避害人之本能，你不会这么选的。难道我这样的女人就应该活该被家暴，就不能正当防卫了？周强啊，你唱反了！这照片和之前这给我的恐吓是一模一样。你过来！
我让你走！在我的爱人与我之间必将竖起300个长夜和300道高墙，而他会是我们中间的魔法一场。世界残忍的时候将要撕碎，惊喜般刺浪会顺他的街道，什么也不会有了，除了回忆。悲伤赋予的黄昏，渴望见到你的黑夜。我找到证据了。我现在就杀了周洛！我真的没有想到啊！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录音呢？可能是在偶然间录下来的。没了，没了。那没有录下杀人的瞬间哦，说明我的猜测根本就没有错。南雅和周罗一开始就在演戏，而周罗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无法证明，而这段时间他既不在江边，也不在家里，因为他根本就在案发现场。从头到尾，我们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南雅身上。如果说现在他们俩是情侣的话，或许案件就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杀人者并非南雅，而是周罗。
我不管你怎么说，也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我就是见不得你在这里受苦。你可以不接受我，你甚至可以把我当做一个自作多情的傻子，但是我就是要带你离开这里，离开清水镇。他那点想法，不过是青春期的叛逆、征服欲，旺盛的精力没地方发泄。我能跟他当真吗？你是说，你跟他不是情侣关系？当然不是。一个人会随便给不相干的人录这样的磁带吗？周洛家开音像店的，像这样的磁带他经常做，无非就是把几首喜欢的歌拼成一盘磁带，送给朋友。那你们俩是什么样的朋友？偶尔去他们家超市买东西，聊上几句的朋友。聊什么呢？诗歌、音乐、理想，还是爱情？你应该问问桂香姐，站在他们家超市买东西的人，都聊些什么？什么？家长里短，生活琐事。比如，店里最近进了什么磁带？哪首歌好听？婉婉喜欢什么口味的糖果？天冷了，帮着选件毛衣。你会帮他选毛衣？他们一家的衣服都是我选。桂香姐经常帮我照顾婉婉，我感谢她应当的吧。他有跟你说过他喜欢你吗？不用她说，我比她大那么多，或多或少能猜到一些。录了几盘磁带，碰了几次壁，转眼就忘了。身后一堆小姑娘追着，金光闪闪的未来。离开清水镇就是另一个世界，谁还记得我？一个感情破裂的人，长期遭到老公的家暴，爱上别人，并不可耻。我是一个30岁的女人，没有不切实际的梦了。感情并非都得是双向的，一个人也可以轰轰烈烈。他为你受过伤，住过院，也许还可以为你做更多的事情。那都是你的猜测。这就是案发当晚的录音，对吗？是。为什么会有这盘磁带？许一生性多疑，凡是接近我的男人，多说一句话，他都要逼问动手。我本来是要洗掉这盘磁带的，没想到却录下了当晚的声音，对吧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周洛喜欢你，而你对他也并非没有感情。妈呀，你还在这跟我装疯卖傻是不是？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卖房子，不是有别的男人是什么？离婚的事我说了好久了，
徐毅，我现在起诉书已经递交法院了，如果你不签字，那我们就等着法院判吧。照片不给我是吧？我现在自己回去找。我找到那张照片，我今天晚上就弄死他。徐毅，走了，走了。千禧夜当晚，徐玉察觉了你们之间的情愫，在江边和你发生了争执。周罗出于对你的担心，尾随你们回到了家中。说，照片他们在哪儿？说，说，住手！放开他！我正想找你呢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好在一起的？周老师，不关你事，你快走！既然自己来了，那我就揍你一声！你不要！快走啊，走啊！快走啊！小公子，妈妈不能看到。没事，不是。故事怎么样？一个青春期的懵懂少年，因为自己所爱的人受到了伤害，失手杀了人，所以你决定替他顶罪。不可能，一面磁带最多只有30分钟。那天我摁下录音键，徐艺是10多分钟才上的楼。然后我没有扭打到江边，一来一回，大概1个多小时。录音机不可能录下全过程。你的故事很动人，但现实很残酷，没有你想的那么浪漫跟美好。趋利避害，人之本能。拥有大好的前程，何必给自己惹麻烦？不是吗？谢谢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切吧一半。还是没有赚。小廖，你让鉴定科的同事去现场再仔仔细细的检查一遍，一个指纹、一个脚印都不能放过。好。另外，要把徐毅指甲中的皮肤组织送到省里，跟周洛的基因做比对。没问题。哦，还有，让法医再仔细的检查一下徐毅背部的刀伤，分辨不出来就做实验。没问题。
辛苦了。哎，你说你的那个猜测，会不会太大胆了？周乐呢，虽然聪明，但是毕竟还年轻，啥能那么镇定呢？严丝合缝，一点漏洞都没有。他们有可能经过了严密的串供，但是哪有那么多时间呢？你别忘了，南雅自首的时间是凌晨2点，周洛报案的时间是早上6点，在这段时间，他完全有时间去平复自己的心情，然后想好后面该怎样去应对，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怎么可能？周洛一家都参与了隐瞒事实。啊？我倒是觉得没有这回事。哎，婉完了。虽然他年纪小嘛，但是已经懂事了。如果周洛杀了徐毅，一点痕迹都不留。这个周洛还会训练一个小孩子跟他一起撒谎吗？陈叔，李副队长，我要举报周洛。你们看这张照片，看这，还有这，这明显是有人用修图软件把2张照片拼成了1张。而且你们看背面，李副队长，你是知道的呀，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店洗出来的。这跟周洛有什么烂关系吗？那肯定是周洛故意放到我们店的呀，他就是想让我看到。我爸出事了以后，我去找过徐毅，徐毅当时拿一叠照片打在我脸上，还想掐死我，说我跟踪他，敲诈他。我当时还有些奇怪，我就觉得可能是他仇家多。我后来回去之后，我越想越觉得奇怪，我就查了我们店的票据，我发现就在照片出现前2天，周洛还来过我们店拍证件照，还有我爸和徐毅在小饭馆的照片，那和这张照片是同一个人拍的呀。那除了周洛还会是谁啊？他肯定威胁过徐毅，所以徐毅才会害死我爸的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说你跟周洛有过节，你就把所有的事往他身上引了啊？我们警察办案是要靠证据，不是靠你这样瞎猜耶。你说说你最近搞了几多事情了，弄得人家那个张经理小姑娘，对吧？怎么做人呢？在学校都停了他的课，我还在这里不消停呢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儿子和周洛关系好，你就要包庇他，是不是？老子要不是公安，今天就教你怎么做人。行，老子避嫌。你找他。你就是包庇他，你们不就是蛇鼠一窝，合起伙来欺负我们家？在说什么呢？这是哪里？公安局。你的情况呢？我都了解。现在先回去，等查清楚以后，我会告诉你。你还在评论检查？作案还没撤销呢，不能让我们走。Profile from a sample that's 10 thousands times smaller. 研究人员。哎。停
听见了吧？有病啊！为这点事儿值当吗？闹什么幺蛾子啊？老头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呀？你问这破玩意儿干什么？我他妈干活呢。轻点，轻点。慢点。好了吗？怎么这么辣？清凉油抹眼睛，亏你想得出来。挺大人了，能不能别天天我到哪儿你到哪儿？净给我添乱！我今天过生日。我不就是喜欢你吗？怎么就那么难啊？你赶紧找一个你合适的人，你赶紧嫁了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别在这我耽误功夫，啊！你好好的呢，咱俩还能当哥们儿处着，你就这么闹，咱俩这辈子只能老死不相往来。那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老头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他有没有伤害你？没有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。没有。把袋子给我留。梅国平，我再也不理你了，我说的是真的。
坐车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市气象台在凌晨2点发布了暴雪蓝色预警。今天6时，我市迎来了近10年来最大的降雪。到明天14时，宁江市将持续雨夹雪。降雪带来的降温和冰冻天气可能会影响您的出行，希望市民合理安排出行。卫队，你可来了！怎么了？出大事了，不然不可能惊动你们。来，让一下。配合一下，没什么好事，互相支持一下，时间不会很长的，好不好？互相配合一下。包所，往后退。这是我们豆芽桥所所长包维强。大家好，来了。情况是这样。今天上午5点15分，我们辖区的一个环卫工人到所里来报的案，东西呢就是这垃圾箱里发现的，现在就在他家里搁着呢。什么东西？去看看吧。走，来走。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是什么肉？疑似部分人体组织。据说的这一片的清洁工讲，昨天晚上干活的时候，他在垃圾点里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，包裹得很完整，不像是一般的生活垃圾。因为以前也有人经常把食物不当做垃圾扔掉，所以他就把垃圾袋里的冻肉拿了回来。回到家里，他烧了水，打算给肉解冻，结果就发现了人的牙齿。二哥，2个组，3件事，把今天所有咱们到场的警察都分成2个组，让咱们刑警做主导。第一组把外围沿途所有的住户都摸一遍，问问他们说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谁在这扔过东西。第二组把你们辖区内所有的这个垃圾箱赶紧封了吧，一个个查，他们所周边的这个4个辖区派出所一个都别漏。明白。
卫队，又冒了。哪儿？四坡路。3队上车。同学们，因发生重大案件，今天的课暂停一次，大家自行复习啊。陈勇，去那边看看，了解情况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大姐，麻烦问一下，那段垃圾什么时候清的？我们一般是早晚各清理一次。人命关天啊，希望你认真配合啊。你这有什么其他情况，你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不跟你领导说。什么时候清的？我前2天滑了一跤，在家里歇了1天。所以哪天清的？前天下午刚拉走了一车。前天24号。好，哎，连去吧。来，24号，那就是24号夜里和25号抛尸的可能性最大。这2包尸块应该只是一小部分，至少还有60、70斤不知道在哪儿。二哥，那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时间线再往前拉？比方说23、24，假设都有可能有人抛呢？那如果要这样的话，那时候抛的会不会现在已经进垃圾处理站了？很有可能。那这垃圾这个，老包，就整个咱们这一片这个垃圾啊，一般是归置到哪儿？哎呦，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去问。赶紧。这个包明显比高架桥那个包要重得多。如果那边那个包可以手提着，这个包恐怕拎不了多远。所以我怀疑凶手有交通工具，至少是个自行车。咱这么着，假设是豆芽桥、四坡路，往西颐和南路，往南华中路，这是分进路是吧？对。抛尸案的特点一般是越抛越远，近的用手提，远的用交通工具。那豆芽桥这儿，有可能离案发地点更近。咱们这样，往前推，时间拉长啊，5天。你们去打听所有刚才我提到这些路段的夜巡民警，值班的时候谁看见推自行车的可疑的人，尤其是后座或者踏板上有包的，明白吗？散。情况怎么样？结合刚才豆芽桥的，基本上是可以确定是人体组织，但是具体情况呢，要回化验室才能确认。你回化验室那是肯定的啊。你现在就是说，在假定的情况之下，你能给我什么？你估计大概时间紧迫。根据牙齿的情况，可以判断是个年轻人。有多年轻？15到35岁之间。点太快，你给我收点。不是，他这里面是有一个生理差异化的问题，我们需要考虑。收。根据我的经验判断，20到25的概率最大。性别？这个是真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掌握的证物太少了。好，明白。谁让你来的？水库看好了？是。对。目前什么情况？今天早上，你讲。是，碎尸案，目前只发现了豆芽桥和这儿的2包，剩下的都没有找到。附近4个派出所，除了留下几十个人挨家挨户排查，剩下都撒出去翻垃圾箱了。这样啊，现在这个案子呢，就由你来指挥。
是。你怎么的？还想继续看水库吗？三队同志呢？三队了，过来过来。三队的同志，一人进一个队，带领其他同志熟悉一下情况。别愣着了，行动！是。咱们去那边。现场的痕迹破坏的比较严重，我们能掌握的也只有这些。廖局，哎，老顾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在宁江组织学习的省警校刑事侦查学教授吴克，我们认识，好久不见，老吴。日子过得真快啊，10年了吧？开始吧。目前掌握的线索非常有限，死者是谁？死者的性别、身份、案发的时间、杀人的现场在哪儿？分尸的地点又在哪儿？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概不知。再加上外面，现在这个雨是断断续续下个没完没了，现场痕迹的保存条件呢是非常差，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们破案的难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请省警校的吴教授拓展一下我们的思路。吴教授，我看还是先听听年轻人的意见吧，他们的思路比较开阔。你怎么看？就是你。命案第一步应该先确定死者身份信息。那我们这是碎尸，比较麻烦，只找到了很少一部分尸块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找到剩余的大部分尸块，拼接一下。另外，同时呢，全市拉网，看看最近失踪人口情况，逐一核实比对，找到死者身份信息，再找他的社会关系，从内往外，核心到外延，这样的话应该离这个凶犯就不远了。还有什么补充的吗？细节肯定还会有很多但是大方向跑不了。果然是办案经验丰富的老刑警，难怪你不用上我的课。这个案子的非常之处就在于，受害人不仅被分尸，而且尸体经过了高温蒸煮。以我们现在的技术条件，哪怕是我们在最短时间内找到了所有的尸块，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比对出我们需要的受害者身份信息。那吴教授，您的意思？改变传统的由内向外的方法，用由外向内寻找尸源，当然是要继续做。可是现在不是工作的重点，重点应该是在宁江的周围布上一张大网。您是说要设卡是吗？对，不是。设卡的前提是我们应该先知道嫌疑人是谁，对不对？你现在鱼都不知道是谁，你就结这个网，你往哪儿撒？能不能先把嘴闭一下？听之前吴教授怎么说？哎，他说的也对啊。单是设卡的话，那真是像大海捞针。但如果我们在织网的同时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条鱼赶出来，那我们就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。各位领导同志们，你们想啊？如果这罪犯没跑，在家里边，咱们可以直接把他给堵在家里面。如果他耐不住性子要逃离，在这种仓促逃离的情况下，就是即便咱们抓不到他，这也会留下大量的痕迹，还有线索，是吧，吴教授？好啊。不是，那我们这个尸块还找是不找？谁不让你找了？不是老魏没说不让你找，是吧？咱们现在是主要找主攻方向。要分个主次，我分得清主次，我听明白了。我们找尸块这肯定是次的，问题是次的，你们能给我多少人？谁说你是次要的了？你听人家把话说完行吧？我认为首先我们要满足这个排查、设卡的警力布置，剩下的全都给你。那可以。好啊。宋哲，说一下人员具体怎么安排的？是这样，我们全市干警现在能动用的不到200人。我这边要是拉网排查，最少需要150人。我那50也给你算了呗。真的，200人设卡拦，然后人没到的时候，你们直接把那个垃圾箱替我也翻了，不完了吗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会没开完呢。
不是，这个会我看明白了，我要再开下去的话，我3大队的人都保不住了，对吧？西瓜反正已经有人捡了，芝麻你们还捡不捡？芝麻不但要捡，一粒都不能给我少，知道吗？3队保证完成任务。干什么呢你啊？人家毕竟是省里来的专家。是啊，宋哲在就够了，我们不做别的工作吗？怎么样？各居民点垃圾箱都没有发现新的情况。咱不管他那个，我们干我们的，找石块还是第一要务，所以垃圾中转站必须得找，再不找来不及了。几位领导，我问一下啊，因为每天离开咱们泥江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怎么才能迅速判断出谁是凶手呢？这种程度的分尸，其实是很难办到的。因此，我们怀疑这个凶犯他应该具备有相当的外科手术能力的人，或者是有宰杀牲畜的经验。他还需要独立的、可以操作的空间。找个人捎给我师傅。就说这是我补充发言。好，走。就咱们3队，一个都不给多配，他们那么多人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人多也不一定就强，是吧，二哥？你别说150、200，你2000、2万个人给宋哲，他也不见得能逮着嫌疑人。有的时候，真理往往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，对吧？是。走吧。你们干嘛的？你好，是刑警队的，把你们这个垃圾车停运一下，我们要检查。检查？没接到领导通知啊？那我们现在就通知你。你们几位真的要搜这脸？是。确定吗？确定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我得劝你们几个。哎，您就开门吧。不觉啊！你们分局刑警队到了吗？都到齐了。哎，不觉，卫队跟省里的专家杠起来了。谁瞎传了这闲话呀？啊，查案的消息要这么灵通就好了。顾局，听说省里的专家要插手咱们的案子。不会吧？我们的案子让别人插手，这太不合适了呀！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不是来办案的？顾局，大伙儿都要去支援卫队。对，到底要搞什么？你们？顾局，这是卫队长交给您的。发动各单位、街道、居委会自行核对失踪人口，缓解警力问题。夜巡干警很有可能有人看到过抛尸者，重点询问。我强调一下啊，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行动要服从统一指挥。啊，是。
哎，廖局，啊，老顾，有事吗？有点事跟你说。你说说这个魏国平啊，这前段时间我刚刚向上级汇报过干部考察的事儿，这混小子今儿就给我来这么一出。你说说，让上级领导怎么看待咱们选拔干部？难道就让他们看现在年轻人敢在专案组的会议上和领导叫板？哎，是，这种行为确实不应该鼓励。哎，对了，垃圾场那边有什么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廖局，任何侦破工作，除了严谨缜密的刑侦手段，运气也是缺不了的。做，就他那运气，完了啊！我走了。这里边能有尸块啊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前下口区5天的垃圾都在这儿了。从侦办逻辑上来讲，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发现的。这么变态的凶手哪有什么逻辑啊？谁告诉你变态就没逻辑了？那88年那个案子凶手不就没什么逻辑吗？那吴教授还让我琢磨说这个陌生人作案的可能性，你说这不扯淡呢吗？人家是专家，你就和我一样听着不就完了吗？专家也不能太偏心眼了呀！你看人家宋处兵强马壮，你再看看咱这边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哎，咱们还叫哀兵必胜，咱们以少胜多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哎，顾局，我正好要找您。现在这么一个情况啊，现在尸块啊没找全，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们已经抛完了，咱们没有找到；第2种呢是还没有抛完。如果是第2种情况的话，他就要急于的出手，我们可以引蛇出洞。引蛇出洞啊？那你是想梦中捉鳖了？对，小子可以呀。哼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，大胆做就是了。不是，这是吴教授的建议。是咱们的案子，还是人家的案子？当然是咱们的。咱们的案子，你现在有没有自己的主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是觉得人家毕竟是专家呀，又是教授，听听人家的意见没什么坏处。优柔寡断、磨磨唧唧的，你自己又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是不是？记住喽，越是在关键的时刻，越要自信。在这一点上，魏国平就比你强，但是他是太过了，你是太软了，2个人都不到位。我告诉你，一个案子的主办人，在听取别人意见的同时，更要结合自己的调查，拓展自己的思路。关键的时候，要命的当口，果断的下判断，知道吗？是，干活。哎，瞧你这点出息！是。来支援了！高云，说，高云，除了总厂保卫处的同志，还有1分厂、2分厂、3分厂。好家伙，这家底全折腾过来了，还是咱们工人有力量啊！保卫人民生命财产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你这次就是不求助，顾师傅早就跟我交代了，他是很心疼你的。给大家下任务吧。各位老少爷们们，现在我下面要说的话，和我们一会儿要干的事儿，麻烦大家帮我们一概对外保密。啊，因为什么？近期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请大家帮忙的是，进到这个垃圾堆里，帮我们寻找到人体组织。尸块吗？没错，就是尸块。以及找到尸块周边的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都跟案件有牵连。时间紧，任务重。要是害怕的、忌讳的，或者家里边有老人、孩子不方便的，
尽管提出来，可以回去，我们完全理解，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咱们进去之前，丑话说头里，问问大家的意见，啊，不知道行不行？添麻烦了。操！这么多垃圾！哎哎，等着您表态呢。是男人放个响屁，行不行？怎么样？行。走。谢谢大家了啊！谢谢。宋总，哎，新的询问笔录啊，去吧。您看一下。不用了，每份笔录按时间线排序，交叉比对，尽量详尽的还原具体情况。明白。这查过的混在没查的里边，这也没地方。这么多人在这翻，都乱了套了。大哥，这什么地方？地是二厂，早倒闭了。哦。我们现在啊，查过的和没查过的垃圾已经快混到一块儿了，得想办法去问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师傅。站长，咱们这个垃圾的堆放是按照您跟我说的大概日期来的，是吧？都没错。师傅，你们人多，先把离现在最近的门口这个25、26号这部分清出来，好吧？程勇，你带组人，在围墙西头开个口子，把已经检查过的往印刷厂大院里边排。然后是22号这一片，垃圾最多也最有可能有线索，直接贴着它，从东面开个口子，扫完一部分就运出去一部分。等这2部分都清完了，地方也腾出来了，咱们再回头清23、24号这2堆。还是那句话，不光找石块，还要留意有身份信息的物品，好吧？好了，开走了。别动！后撤！江东宁江市。没有，应该没有这个市字。宁江什么分公司？这应该是22号的垃圾。兄弟，你先靠边喘口气。好，没事，不害心。我叫技术科的人，顺便给大家带点姜汤水。啊，再弄点感冒药过来。好嘞。啊，怎么了？说，小红庙派出所来了个电话，说有微信群干警看见过可疑的助力车。大哥，哎，我跟他去一趟，你把这套看好了。好嘞，赶紧让技术过来。离开那会儿，这个东西现在谁也不许动，明白吗？我们这片啊本来就很偏，过了晚上10点，马路上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。22号夜里吧，那时候雨刚停，我正好在马路对面处理一个最旱的事儿，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人骑了一辆助力车，从这条路往上面走了。踏板上还放了一个桶。那个时候我把最旱的事儿处理完，我又看见他从那儿出来了，大概是3点多1点吧。他去哪儿了？哦，往那边。
往那边去了。哦，奔市区了。对对。当时他看见了你吗？应该是看见了。啊，你穿制服了？穿了。好，添车了。哎，感谢，辛苦谢谢。这里边再查查去。这里头查？不是头，你是怎么断定他是过来抛尸，不是住在这附近的人啊？人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人过去又回来，都是从他眼皮里过去的。人又穿着制服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他对这地方根本就不熟，怎么还可能住这儿？啊，对了，头，这里头所有的垃圾桶，派出所的同志全都翻遍了，结果呢，啥都没有。就像你说的，他可能对这地不熟，没找到垃圾桶，他就没抛，带着东西就走了。你真觉得这是垃圾吗？能带来带去的跑？那就算那里头有啥，你不会认为就凭咱俩就能把东西翻上，不回队里？你现在啊，帮我一忙，啊，做好一件事，啊，这啥事儿？把嘴闭上。好。这3条路走哪条？这店可太容易藏东西了，找都不好找，一点火什么都没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那天晚上狗一直叫了好长时间，就一直冲着那个大门外面叫的。走了。好，谢谢啊。